Hello，各位小伙伴，大家好！麦帅哥今天呢来到了我们这次行程的重中之重，就是莫高窟。大家看这停车场车有够多的。敦煌这边呢，6月10号到20号高考结束这段时间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淡季，但是人一样是非常多。大家看到我昨天去鸣沙山的视频，哇塞，那个骆驼已经非常多了。因为莫高窟里面的洞窟它是不能拍摄的，所以麦帅哥可能只能跟大家大约讲一下说，参观的行程，还有我们那个洞窟外面的风景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呢，第一站拿完票之后，要先去看那个电影。好，就在左边这个位置取票，取票完之后呢，就要进去排队进去看电影了。哦，新金的那个哇，这个是新金的磁铁所以你买了一个之后就可以随时念心经这条河流呢，其实是人工把它截流的，因为如果这个河流一直流的话，对于旁边的洞窟呢，它有一些潮湿的水分，会影响到洞窟的画像。我们刚刚从大门口进来到现在呢，总共是看了那个电影，有2部电影介绍这个莫高窟历史。好，那这样看完之后呢，就坐那个大巴车，在那里下车之后，过了这个桥就开始参观了。大家来到这里排队的地方的时候，每30个人会分配一个导游，然后就开始帮你带着讲解，然后这旁边就是旁边在讲解的地方。好，验好票之后进来，这个最著名的洞穴藏经洞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一般看到主要的这个建筑，就是这一个。现在是3楼，所以如果大家来，可能还是要点腿脚，还是要麻利一点才可以，因为这个上了年纪的老人跟小孩可能不太容易。看一下月牙泉上面的那个寺庙，然后这是个牛奶口味。啊！哦，好冰哦！今天是6月10号，来到这边我觉得气温还可以，因为麦帅哥有在打棒球，但是对我们一般的团员来讲已经是很累了，因为我们总共从头到尾是看了8个洞窟，这8个都是随机的，然后这里有400多个开放的洞窟，理论上可以来50次，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你可以看到最后出口的那个最大的那个大佛，听说是室内第1大佛。但是你也可以这样，你看完之后，你到门口去，再排一个新的团队。如果你有兴趣，而且你有时间的话，那我们就从下个景点出发。Hello， 各位小伙伴，麦帅哥，昨天呢，我们在隔壁那个地方，敦煌的无界，然后它隔壁有一个敦煌的印局。那我们今天刚好中午有时间来喝咖啡。然后这边呢有很多敦煌的文创产品，也有很漂亮的杯子。昨天麦帅哥在隔壁呢也买了一个杯子，下面就是印的体验馆。看这里好多这个印章，你如果可以准备一些你的书啊什么的，你就可以印。哇，你还可以手做衣服，拓印在这个衣服上面。哇，中国各个地名的印章。
好，今天呢，麦帅哥就看完了这个敦煌的印局哦，然后我也问那个店员，原来他们敦煌印局跟无界啊，其实好像是同一个品牌在经营的，所以其实你在这里跟隔壁咖啡其实是一样的。我看这个平方米可能可以达到2、3千平方米以上的范围，但是它所有区块卖的纪念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它里面摆了多少纪念品，而且里面还有修禅的地方啊，还有可以插花的地方，还有做印章的地方，还可以做衣服的地方。就是如果来敦煌，大家有时间啊，也留一个下午，可以好好的，过一个比较慢的生活。要不然，即使我们早上去的那个莫高窟啊，哇，那真的是挺累的。虽然我们只有看1个半小时而已，但是其实莫高窟。因为外面是很炎热的天气嘛，它里面有300、400个窟是可以提供大家参观的。但是每个人你来的时候，你买的普通票呢，它就是可以看8个洞窟哦，然后1个洞窟讲解大概10来分钟这样子哦。那还有一种应急票，应急票的话就是只能看4个洞窟而已，而且它的选择性相对比较少。然后它还有一个特窟票，你可以到他们那里的服务中心去跟他预约下午的特窟票。哦，那特窟就很贵的，特窟1个窟就要200块或者300块或者500块，不一定，看这个窟的这个稀有性这样子。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个特窟看完，其实也要花一点银子的。大致上就是这样。不过莫高窟真的是非常值得过来一趟，因为麦帅哥在中国游历那么多地方啊，他的管理相对是比较规范的。我很多的内地的景区，很多这个东西都是外发给人家的，所以管理的水平啊参差不齐。等一下呢，我们晚上要去看热洞敦煌，不过那个东西我们因为版权关系，我们没办法去拍。那就明天我们要离开这个敦煌，前往这个嘉峪关去看嘉峪关长城。好，那我们后面的视频后面再分享给各位小伙伴。Hello， 各位小伙伴，大家好。麦帅哥呢，今天呢又来到了我们的瓜州。今天的目标呢是榆林窟。那榆林窟呢，它是在从敦煌到嘉峪关的中间。那原本的麦帅哥呢是没有安排这个行程的，因为我在网络上就看说这是一个人造的大雕像这样子。但是呢，结果导游跟我们讲说，这个就在路上而已，这条路呢一直过去就是到榆林窟了。所以我们既然没有多跑路的话，那我们就过来这边看看。这个戈壁滩的，它其实呢原本是有一个玄奘的取经的挑战之路的一个路径。那因为这路上没有什么景点嘛，就是一个荒漠这样子，所以呢，他们主办的单位还有大学生们，他们就是做了一个工艺，然后在这上面做了一些雕像，把这里塑造一个艺术雕刻长廊，好让这个路上比较有一点人气这样子。好的，各位小伙伴，麦帅哥来到了榆林窟停车场。哇，这个榆林窟跟莫高窟真的差好多哦。虽然是敦煌3大石窟之一，但是显得很荒凉。然后呢，这个窟就在这个峡谷的里面。那我们现在从这边呢，要走到下面去那个游客活动中心这样子。这个就是参观的路线了，小小的一个小楼梯。哇，真是亲民的景区，因为麦帅哥在中国游历，大部分的景区呢都是把那个路门口修在很远的地方，然后让大家坐这个接驳车过来。这个景区门口就是入口，就是在这里，真的好方便哦。哇，好漂亮哦！你看榆林河峡谷。这个榆林窟的入口呢，它其实有一个蛮长的一个阶梯的，所以说如果老人或者腿脚不好的，其实有点不太方便。哇，这个景区我好喜欢哦，虽然没有什么很宏大的建设还是什么，可是很小巧可爱，然后又没有游客，真的好舒服哦。好，现在麦帅哥，我们就慢慢的往前方前进。
只是榆林窟这个窟呢，它离高速公路有点远，大概有1个小时的车程，所以如果你要来这个榆林窟的话，就会车程要有2个钟头的时间，所以这里反而就是比较少人来的地方。榆林窟这里呢，大致上就是目前只有20多个洞窟，全部它跟莫高窟的规模是相差很大的。好的，麦帅哥就看完这个榆林窟了。因为洞窟内的佛像是不能拍照嘛，但是说真的，它这里有很多那个佛的那个塑像。我们去到莫高窟的时候啊，它里面大部分是壁画，塑像比较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洞窟啊是蛮值得过来看的。等一下麦帅哥要去看一个第25个特窟，那个特窟1个人是要200块钱。但是如果大家进来的话，你如果要看这个特窟、看普窟之前，就把特窟票买好。我们刚才回来要再加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它票已经卖完了。然后这里就是榆林河谷，好漂亮哦！这个雪山的融雪，这个颜色很漂亮，好像有点淡淡矿物质，有点乳白色的感觉。好 ，OK， 那这个榆林窟参观完毕之后呢，麦帅哥等一下要前往嘉峪关市，我们下个站点见。各位小伙伴，麦帅哥终于到达嘉峪关了。这是我们来到嘉峪关的第1个行程——小档烤肉。我们刚刚从这个榆林窟过来，一路上呢开了5个多小时的车子，然后到这边呢，现在是晚上的将近8点钟了，然后天还这么亮。麦帅哥本来想说小档烤肉，我们要在路边啊，看到这方包厢就放心了，超赞的哎！怎么这种烤肉有那么高级的包厢？有没有看过这种包装？啊，上面还有那种用旋转的，还不错。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啤酒就这味道。猪肉好，好，我来吃吃看。来对地方了。烤猪五花，这烤猪五花超好吃的，一口肉一口啤酒。红柳烤肉，我们刚才一路上从河西走廊过来，旁边2边呢就是很多这种红柳。哇，它这只那么大一个。哦。我怀疑我以前吃的烤肉都是假烤肉啊！真是来对地方了，推荐，劲又好。如果是团队或者是家族聚餐，这个包厢真的很好，可以坐16个人。奇怪，我在大众点评还有我在小红书上面看，好像没有人介绍过这个包厢哎。这次麦帅哥来甘肃，对甘肃我本来对它的美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说真的。但是真的大出意外，比我上次去新疆啊吃的那个大肠啊要好吃好多哦。那麦帅哥这餐都吃完了，小档烤肉名不虚传，好吃。明天呢，我们就要去嘉峪关，下个视频见，拜拜。这个是这边特色的啤酒吗？鲜啤。这在哪边产的？就这边的。哦，叫做什么啤？黄河鲜啤。哦，黄河鲜啤。对。